好了，现在呢，大家可以点击屏幕右下角来订阅小狼，也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下载飞行 APP 订阅和守护我哟。每部视频呢都有留言抽奖品的活动啊，最近大家伙也是这个有各种 Q 币话费之类的啊。当然可以看到，现在呢这场比赛呢，咱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呢是来自于战神和八柱门，听起来好像有点像97啊，但是一场无规则的这种就是你其实2002本身就没有什么规则，但是由于啊可以选卢卡尔，所以说这款游戏呢变得非常的变态。但事实上呢，你选我也选嘛啊，这场比赛呢是来自于这个极炫战神和这个暴走八柱门的一场这个应该说开枪比赛啊，但是就是为什么叫八柱门呢？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玩97的玩家，但是这个他俩呢应该是开枪，还不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什么都带的啊，带选卢卡尔，带起各种是无限连当然可以啊，就是然后带各种的就是挑衅呐、什么变小之类的啊，变小就是按那个开始键啊，就是非常的恶心变态。好了，可以看到这边一批的战神刚上来的卢卡尔变得非常的这个恶心吧啊，他就把这个对方卢卡尔秒了。但是呢，卢卡尔秒人很正常，而这个金牙盘秒人呢，他不是秒人，他一点一点磨死你啊，就是踢你。这跆拳道这个东西吧，咱们确实理解不了啊，这个腿功是确实没谁了啊。那这一个西瓜扔出去，叭叭就几脚踢碎，你想想多变态了，你说啊？来，咱们可以看到现在这边，两个人都有金馆长啊。金馆长就是属于整个2002当中，他也是比较厉害的。无限气儿的话，那你可以看到，那也不能说无限气儿啊，他是每练一个招打中一下，也是就是多长一颗气。所以说呢，你必须要爱练招或者在挨打的情况下，然后呢，这个爆气的话发招那就稍微差一点啊。所以说有时候爆气呢要慎重，因为爆气之后呢连招也会非常变态，就传说中 BC 连。好的，这是抓住个机会，反摇腿正，蓄力向上，然后直接回身呀，这一下必杀没连好。这边的战神又是应该说抓住了对方失误的机会啊，他应该是正腿没练明白，你可以看到他练的有点慢，然后对方马上一个正腿反摇，然后踢过来，然后直接再向上一踢，他有多少血都可以这么无限连的啊！练这招呢是需要这个2颗气的，就取消练必杀需要1颗气，但是他要是强制取消是需要2颗气，而且呢咱们在这里呢正常如果是钢 CD 加上这个普通攻击强制取消这个 AB 闪身是要费豆。但由于这个游戏豆是最不值钱的啊，所以说这个风云再起呢也是一度以来在网上啊，它的在线人数呢是要比原版的要多，就是在咱们游剧平台呢啊，这个风云再2002的风云再起比原版的在线要多出好几倍出来啊，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啊，这个风云再起呢不仅是一款非常爽的游戏，而且也是一款很多人非常喜欢的游戏，但是由于过于变态，可能一些咱们不说菜鸟吧，咱就说一些会基本连招的人。他呢就非常喜欢这款游戏，因为他一旦抓住一个机会，就跟97一样，对吧？民工连后叉撞着就死。你看这卢卡尔那就死嘛，超必杀。咱们这个超必杀这就一套连死，你可以慢镜头显示跳逼，你像再跳逼连3个下轻手，特殊技 BC 爆气重攻击特殊技，然后呢正摇腿升龙腿，然后再跟一个正的这个俩手必杀，这又死了。这就是1v3的节奏啊，必杀。好的，这个。基本上这前面这几下你可以看到啊，非常疼。而且其实普通必杀虽然说没有超必杀血多，但是普通必杀前面那几下啊，那个血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普通必杀已经是很变态了，而且呢是各种这个无责任的这个，比如像这个无责任的气功波、无责任的大波，加上这个各种，比如说像这个升龙腿的强判定，以及任何普通攻击强制取消出必杀都能接上，包括气功波都能接上必杀，你说多赖吧啊！好了，1比1平。但是呢，这玩意儿赖归赖，咱们实话实说啊，你选我也选，这个规则呢是这不向着任何人呢，他不咱说玩97呢，对吧？因为97里面的规则呢，2002里面是没有规则的，就是原版2002里面也无规则，你怎么玩怎么赢都行，因为它比较公平。而这里面这个游戏呢，它就可能就不太公平了，因为咱们这个风云再起无限气儿的话，有的人他就不占优势，尤其是超级卢卡尔解禁可以选，那更是变态的至极啊，变态至极。但是呢，也一样啊，就开放这个游戏，就是你能接受这个规则你就来打，对吧？你人家选你也选，对吧？你别到时候说，哎呀，他会玩这个人我不会玩你练嘛啊，对吧？你不能说他赖。好了，可以看到现在这边的卢卡尔，谁抓住这么一套啊，都是一个字儿啊，死啊，那就没谁了啊。超必杀呢是前面血多，后面的血也多，中间的稍微少一点啊。中间那个腿一顿无限 low 的时候，那个稍微少一点。而且你看卢卡尔他抓机会好抓不说呢，而且这个普通攻击判定全场较长，加上各种这个招式啊，这个无副作用的招式啊，就是你想想多赖吧，你说啊，好恶心的啊。
好了，连续的摸腿边能 AB 闪身，好了，这就抓住机会了，这就死了。气功波还能接必杀，你看这个连招啊，其实挺漂亮的。虽然说接的不是超必杀，它是一个轻攻击，然后利用马上 AB 闪身的用豆取消，然后呢来了一个花式接必杀的方式啊。这样的话可以看到两个人打成1-1平，然后这边的八柱门就稍微这一局有点懵。还得是这几局啊，可以看到啊，还得是卢哈尔的这个胜负。但第一局的时候看那个第一局就不一样，第一局应该说选这个金家潘啊，其实一旦踢到了也是非常牛逼，连续的2次裸杀。虽然说咱们这款游戏不存在什么裸杀不裸杀的问题，但是裸杀的含义呢，就是直接练必杀啊，就是而且这个判定非常高，它防住了你也没有什么副作用，你只有说是在它一瞬间它没防住，它闪身到你身后，可能这个呢稍微有点危险啊。好了，看一下现在比分是2-1，2P呢选了个龙2。这个咱们在下一部的2002视频呢，就会做咱们老朋友盛唐，还有这个传说中老于的这么一款视频啊，也是在现场小狼看着打的啊，非常漂亮，而且老于玩的那个龙2也是非常牛逼。龙2这个人物啊，在这个2002风云再起当中呢，由于他的气儿是无限的，所以说他很恶心啊，他把人打进这个角落，或者说起身离他非常近的话，那就必须要打你一个拿刀的必杀，或者说是你闪身，你闪身，那我就反手的必杀，反正你逃不了啊，逃不了。但是呢，在角落里打一个之后，因为他要就这个啊，就跟那个丧尸似的啊，那可能那个时候就没事了啊。那个时候就是咱只能打一个，但是如果碰见不会打龙2的，也非常困难。好了，这次裸对方落地，龙2呢，一旦龙2只要不贴身的啊，他就不厉害。好了，再裸被骗了个 CD， 气功直接接大波，好了，这太扯了啊！龙2还想反气功的节奏，你想多了。看一下一个波，然后想反气功，结果呢，这个练的有点早。好了，又是1v3的节奏啊！这个龙2上的不是很到位，气功波骗对方落地，然后再必杀。看来这个八柱门他的卢卡尔一旦嗝屁了啊，那就懵逼了啊！好了，一个气功波跳 A 取消掉跳 CD， 然后呢正身位跳起来，2点，这个一丝血，这是好的，哎来了。好了，这么一个残血抓住一个机会，这就跟好比这个后我差似的。哎呀，好了，这边咱们看1P变小，但是变小归变小，还是阻止不了对方抓住一个逆向的机会。这个变小呢，其实有的时候挺恶心的。很多人说变小了，它判定也变小了吗？不是，其实它变小了呢，它跟变大的判定是一样的，就是人物根本就没有变，只是你看起来不爽，真的，你看起来真不爽啊。就好比咱们现在咱们现在那个咱们玩传奇，可以把咱们自己当成一个小点儿啊，任何的人都是小点儿，怪是小点儿啊 ，NPC 小点儿，对吧？你看起来你就不过瘾，对吧？你正常玩你就别扭，比如说对吧？别扭，你懂吗？啊，当然这个好了，当然这一局呢，应该说这个1P战神卢卡尔呢，确实也是羞辱了。然后现在换人的话，两个人都上了8神，金家潘没有换啊。一般来讲呢，猴子8神金家潘。除了卢卡尔之外呢，这3个人啊出场的比较多，包括像克里斯也有啊。好啦，这就来了，3-1之后，你可以看到两个人还可以吧啊。这个2P呢，他的意识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啊，也不愧是玩过97的人。但是毕竟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反正给一个机会，那就没谁了啊。就是基本上利用这么一个小套路，那就是一套秒啊。你是卢卡尔，防御高你也秒。连续的站 A， 左右 ，AB 闪身，但是对方收招很快。这个金牙潘就是想要一个正腿的那个必杀踢到，只要能踢到啊，那啥都不用说了啊。好了，可以看到刚才又是用站 A 接上了超必杀，你想想一个站 A 打中接超必杀，那你是多恶心，好赖的啊！来看看现在战神的这一局要被1v3，果然还得是就是真的是疯狂的卢卡尔啊，卢卡尔的心酸啊。下 B 下好，哎，这是给机会，再闪身，重手 BC 前取消重手，然后这个一顿升龙葵花，什么反摇腿必杀之类的啊，这是接了个超必杀，因为是爆气的效果嘛啊。当然也可以选择普通的必杀，选择普通的必杀挺好的。普通必杀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练完普通的必杀，然后就会出现这个就是你最后的时候还能再正 AC。还能再接上一个必杀，那个必杀呢，这个打血虽然说不是很多，但是如果要是全算上的话，好像不比超必杀少多少。而且呢，咱们这个还能起身再来一个压制啊！来看看现在3-2，2P 呢也是紧随其后，两人开始远距离发波，你发我也发骚包喷。骚包喷呢虽然说是顺发，但是收招很慢，有的时候也并不敢太用啊，怕对方闪身过来抓机会，因为这收招慢嘛啊！来看看左右直接一裸，连续的气功波。
这个我们管这个叫地风波啊，有点风属性的节奏啊。你看这是取消偷袭下盘 A B 闪身，两个人偷下盘成功，好了，这就完了，这一下就完了啊。超必杀那前期这个血也多，后期蹬那两脚更多啊。啪啪，你看这个卢卡尔，我感觉卢卡尔这个身体就真的属于就是硬汉级别的啊，巨石强森啊，但是比强森要稍微瘦一点，但是看起来有比强森呢不能说结实啊，看起来要比他精炼啊，干练啊，就明显一看这哥们就是跟着他混，没有亏可以使的，是不是？知道什么意思吧？啊，好了，可以看到这天金牙盘也是，你跟我猥琐，我也开始发波 ，A B 闪身，两个人同时这边呢练了一个招，躲过了卢卡尔的超必杀，再次一来。这个血量应该是打不死啊，还剩一丝血，气功跳过来，好的，再忍，哎呦，最后一丝血居然抓住了机会。好了，前这个人就连续的变小，可是变小人也不管你啊，就是一顿踢完必杀。这个应该说这个正正腿的必杀本身判定很高啊，他其实成功几率也很高的。当然他性价比不如卢卡尔，是因为卢卡尔抓住机会的能力比他要高的很多。就好比什么呢？咱们看那个玩这个97说无限连的人有很多啊。你像草剃精，对吧？你像比较简单的像特瑞、龙二也是比较简单的。龙二你想要踢杀踢中别人，何其难呢啊！你不是很，你说你可能专业玩龙二的人一局也不是把能踢杀踢到人，这玩意儿踢到人那肯定能赢啊。但你踢不到人那还扯啥呀？你像那个草剃精的正摇腿2点啊，你角落里面抓住一个机会，对吧？啪啪2点，啪啪2点，能踢他妈十好几下。你说那个是不是更来？但是那个你需要的条件很苛刻嘛啊，包括很多人说小草莓啊，所以说有的人其实不适合。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厉害，我能无限连，让我抓着你就死。可是你让我抓住的几率呢比较低。卢卡尔相反就很高。好的，这机会来了，结果重手前倾手其实可以接必杀的啊。回身一刚，撩地回身，重手前倾手呢是接不上葵花，但是爆气除外啊。好了，以至2P 这一局你还真别说。2P 这一局这8神，好了，必杀一挠，可以挠起来啊！最后一扣还剩2丝血，挑衅！哎，你大哥，你这个挑衅，葵花升龙再必杀，完了 ，K 完之后正手，去！2B 我只能这个二 B 去了，2P 我也只能说莫装逼啊，装逼遭雷劈！你看看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这个。哎呀，咋说呢？这么好一个机会，结果这个挑衅我醉了。这个挑衅啊，我估计呢是因为1P 啊，这个老变小，所以2P 呢就心情不好了啊。就是你变小是吧？啊，这个挑衅。严格来讲呢，这个游戏还是有一定规矩啊。我之前看过他们的什么各种什么这个比赛啊，就是也有办比赛，但是没什么太大奖品。他们办比赛也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允许变小，不允许挑衅啊，有这样的招，但是允许选用卢卡尔。好像这个游戏。你不选卢卡尔呢，好像跟不上潮流。咱们还连续的跳逆向，2P 一顿择逆向，但1P 并不害怕啊。气功前冲被气功波打中，再闪身，你瞅瞅，哎呦我这不好使啊，这也啊，跳跃攻击后跳被踢，直接一裸，好的还裸中了。这一下虽然说没死，但这一下明显是战斗的先机，前跳地，八柱门有点乱动啊，这个明显是想多了的节奏。好了，看看这边的金家欢，开局先是猥琐一下，回身一裸，哎呦我去，啪啪啪啪，这好几下啊！你看，哎，不行，一丝血也要拼，一丝血也要拼呐啊！好了，这边直接就嗝屁了啊！好，看看现在的8神。感觉金家潘这个人呢，好像就是踢不着人就很悲催，但是他确实抓呢，他用普通攻击，然后 BC 取消也可以，像8神差不多。但是这个金家潘就是打卢卡尔不好打啊，这个人全场脚长，你想抓住这么一个机会太难。好了，看一下5比2，这一局明显就是金家这个卢卡尔就直接立功了啊，这个卢卡尔的眼泪。啊，就是真的是就是好像不上这个人太累了啊！在风云再起版本里面啊，一天这个人出场的几率比谁都多，你说说多嘚儿吧？你说啊？好了，连续的发波，卡了啊！好了，跳过来逆向，连续，哎呦我这啥玩意儿这是？好了，再必杀一裸，跳地，空中一抢，哎呦我去，
啊，咱看这个红头发，这明显是非洲来的卢卡尔啊！这卢卡尔明显是去过非洲了。AB 闪身下臂漂亮，取消，冲过来2点升楼，回身再必杀，这一下超必杀跟上之后那就没谁了啊！就只能说就别给我衣服扯坏了。AB 闪身下臂特殊技正攻取消。好了，你看这个特别连贯，这个招我觉得整个在风云再起里面就是这个怎么解释呢？各种民工连吧啊，就是民工连。好了，跳过来下臂站 A 再必杀啊！这个血量你可以看到，虽然说是普通必杀，但打猴子血量是太多了。好了，还爆气，这一下就被那个骚包肯打过来了啊，那就懵逼了啊！好了，看看现在这边的金家潘。站 A 跳跃攻击背刚远距离升龙，好了再卡哈，这还扯啥呀啊！再升龙撩起来，左右落地下盘，回身再裸，就不让你过来啊！1P 这个卢卡尔一旦用起来之后呢，就是你看你克的你没招的。好的，又是站 A， 卢卡尔站轻手的，从98开始啊。从98开始，就是很多人玩这卢卡尔 B 嘛，就不是那种超卢卡尔啊，就很多人玩这普通卢卡尔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变态了啊，就站轻手无限点，很恶心，很变态，真的是这样的啊。好了，看看现在又是2个卢卡尔，已经是6比2，1P 是连胜3局啊！你想想啊，这个确实是这种游戏呢，游戏速度很快。这种游戏抢10基本上就属于什么呢？就是顶多就是40分钟、45分钟顶天了啊！就是而且这个游戏说句实话，可能没有归起来不太合适。就有的时候啊，尤其卢卡尔这个人呢，你发波是说是归，但一旦抓住一个机会，瞬间就给人秒了。你看，比如说这个，那这跟归不归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其实卢卡尔的波吧，并不是看起来那么变态。你可以看到他一个跳逆向，正好你蹲过去逆向打中。你要不蹲一下啊，这一下对方还不一定能跳得过去啊。好了，又是1P的卢卡尔获胜，这个真的是特别心酸啊！落地下盘2点正腿，好的下上再正腿，这就无限登了。1P 明显不可以给2P 机会，爆气然后超必杀，这个是爆气在空中的超必杀，这招是反应速度很快。但事实上呢，就是你还是1P也有想法，我变小就不让你，我不让你连，哎，就各种变小，哎，可是不好使啊！人家把你当成一个空气，我要连你啊，就有这个节奏就能连上。好，2个金牙潘跳过来回身一反刚 ，AB 闪身逆向轻攻击，好的回身一个板头，然后呢跳，哎，没打着，好的1P运气非常不好啊，他这正腿呢离近居然是没有判定点，前好的一个下上勾腿。哎呦我去！哦，操，这明显这个和气道啊，加上韩国棒子的这个踢脚又来了。2P 这一局牛逼了啊！6比2之后，看来这一局要，哎，哥哥，这个你可别扯了，欧巴啊，你这明显送再来，前，哎呀，好的，2P 开始耍了，我感觉2P 又开始装逼啊，就是好的，这个来连他，对，直接必杀，死了啊，正手。你这哎，如果待会儿他那个霸神再被连的话，那还扯啥呀？刚才你看一个重手，然后他闪身躲过来之后，对方居然空中连了一个蹬腿，这不是生生送机会吗？2P 也不要座椅，不要写，就是没准一个不小心也会死得很惨啊！被抓住一个机会，那2个人就持平了。站地后跳搂过来，刚才2P 明显有赢的机会，好的，这是还是可以啊。这个2P 并没有这个怎么说啊，并没有这个装逼失败啊！跳 C， 然后呢反身为跳跃，马上小跳百合车轻腿前轻手，然后马上 BC， 前重手爆气啊！前重手可以，如果没死可以重手葵花升龙，然后直接必杀啊！然后再接个正手，很恶心。6比3 ，2P 呢并没有让对方连续的获胜，3连胜呢其实3连胜呢在这款游戏当中并不能说明什么啊。有的时候卢卡尔这个人一旦发挥好了，对吧？那连赢4、5、6局都不是问题啊。好了，跳臂后跳臂下轻手来了，这就死了啊！连招千篇一律。连这个超必杀虽然说只怼2下，但是这个超必杀呢啊，伤害你只要觉得就能打死人家，连这个也是够装逼的。这个招式呢就是顺风快递，而且是双向快递啊，就是你快递过去之后呢，人家瞬间给你返回来，就你懂我的意思啊。好的一个波爆气，气功一下连续的气功，前跳地过来再出，各种不控制啊，你瞅瞅啊。好的，再一个波，
远距离轻攻击蹲起，你看啊，这个蹲起这一下确实没谁了啊。好了，站 CD 打 counter， 你这龟死你小伙啊！一旦抓住一个波，你看我波完确认出裸杀，反正我裸杀没什么没什么缺点啊，没什么这个漏招，你看，而且这明显就是一个连招，收招太快了，有的时候比骚包肯狠啊，骚包肯就是瞬发比较厉害一些。好了，再出。再裸，你看裸完之后呢，你要不你就刚 CD 你顶多也就这个了啊。下臂站 A 超必杀，一点招没有，前线轻手，再连续的点，后闪身再撩。你看金家潘明显就特别想要抓住一个这个正腿的机会，可是谁能给他呢啊？好了，这最后2下这个血量你也可以看到啊，太狠了，7-3。2P 呢，感觉卢卡尔是有点就是有点丢一个档次啊，好像有点低对手一个档次。如果卢卡尔牛逼的话啊，确实没谁了。包括其实你看，我一直认为那个盛唐的卢卡尔就很厉害，后来跟老于打，发现这个老于的就是反正这个我跟你说一山还有一山高啊，这就好比之前咱们做的那个无规则的对战啊，这个其实看起来有的时候特别牛逼啊，结果他碰到真正的高手之后，可能都会被剃头，这都是没准的。来看看7-3之后，又是战神的卢卡尔啊！这卢卡尔真是，这是神之右手啊！你瞅瞅。来看看金亚潘，左右，你看裸杀就基本上这个裸杀完全不控制啊！还有一个这个游戏呢，初始呢是5颗气，就你这个人物上来初始的时候是5颗气。但是你要用掉了之后呢，最多就是3颗气了啊！就是很多人就是有点问题，就是我也一直没理解啊。后来我才知道，就上来的时候是默认是5颗气啊。好了，但是你无限变小不好使，必杀，谁能给你这个机会？给你这个机会玩不玩了啊？多嘚儿吧！好了，无限变小也不好使，就是咳。其实我觉得你无限变小这么闪，我觉得你不如就变成小的，对吧？你闪，其实我觉得没啥太大用处啊。好了，跳过来。哎呦我去！重手打中之后，居然是轻腿特殊技，这不是连招啊！机会能不能有？一下哦，好的来了，但是这个只接上一个反摇腿，跳 CD 一刀，这一局2个人打的好的，下盘2点必杀，机会来了，直接必杀就可以。好的，这人能打死啊！其实他这个性价比很高的，就是如果金家潘这个人气儿非常多的话，那就非常靠谱了啊！就是怕这个就是有的人就天生有气儿就厉害，像金家潘呐、猴子啦这些人都非常猛啊。当然呢，谁有气儿都猛，但是也有就是猛到一定程度，就是猛到变态那种啊，咱就不说了啊。踢一脚 AB 闪身回身一刚，前下 B 下 A 站前 A， 然后呢回身一刚，角落里面骗来了，直接正手接夸3式。但是如果你要是正常玩2002的时候呢，想要打血的话，你可以重手接反摇腿，知道吧？重手接反摇腿，你要接这个其他招的话就不合适。好了，看看这个战地下重手一撩，远距离看看这5颗气双方都没有用啊！你看啊，后腰 CD 一脚，前线腿腕，然后马上 BC 取消，他下重腿可以用取消，可以用气儿来取消，这招多变态！你说啊？好了，机会来了，葵花升龙。再升龙必杀，回身再正手，8-3啊，果然是3-8的比分。2P 看来卢卡尔呢也不是关键啊，主要就是8神也稍微差点了啊。2P 你看他换过猴子，也换过这个龙2，但是呢都上来之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其实上8神呢，我觉得也不太靠谱吧，因为8神其实正常按照我的理解呢，还得是就是你得抓住这个机会，谁能抓住机会，谁在这个游戏当中是最厉害的。卢卡尔呢，就是他狠在哪儿呢？抓机会特别简单不说呢，而且呢就是归能归死你。最可耻的是，就是一旦给一个机会你就死了，你不像8神有的时候打不死人，对吧？啊，我这一套招你满血我都死，你还何苦，对吧？你还跟我扯啥呢？好了，这一次升龙，让你进不了身，就反身位再升回来。逆向下 B 站 A， 可以取消出必杀的啊，可以选择摇一个必杀能接上，但是考虑了一下，可能是没有这么做。你可以看到现在这边是又是1v3的节奏啊，看起来好的一个裸杀啊，不是这个气功接必杀，可是距离比较远，再必杀没成，对方小升龙落地一个萧风抓过来，这一次机会来了，哎哥，升龙之后的葵花没出，刚才那种情况下不用出葵花，你直接出必杀就够了。好了，这机会来了，
反摇腿，刚才没有气儿了啊，只能反摇腿接这个。好了，继续再来。反正最初的结果就是他虽然出现失误啊，但最初的结果并没有变。这边1P卢卡尔的并没有这个抓住对方失误的机会。好了，落地先抓着一个萧峰，这个萧峰是延迟头萧峰啊。2P 怎么感觉好像玩的连招有点木，但是你别说啊，机会还挺能抓的，而且他是属于一个慢性子，他选择连这个正手的必杀都是马上快要没了的时候再连。AB 闪身 ，CD 取消，落地直接必杀来了。哎呀！他可能是想多了啊，他选择想要继续的这个下上正腿来连，可是呢，这个两个人位置不一样，踢了个 counter 之后呢，他摇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啊，因为有 counter， 他可能想要直接再连一个。来看看两个八神，这一局应该说1P啊很悬。好了，抓过来直接必杀，回人再挠一个正手，应该能死吧？你看他这两下是不费血的，最后咳着一下是费血的，一丝血一个波，然后最磨一下。也真的是果然真的是磨一下啊！这样的话，这一局也不一定了。这边八周门呢，他是把这个自己的金牙盘排到了最后一位，并不是把八神放到最后，可能他觉得对方的八神很恶心吧啊！百合蛇一勾，然后直接跳地掏当手 ，AB 取消 ，AB 闪身前重攻击，然后马上再取消 ，AB 闪身取消。你可以看到，反正有气儿就是任性啊，没气儿你就认命。但是这个游戏没气儿很少啊，很少有没气儿的时候啊。你看刚才爆气的时候练招打人的话就不长气儿。再来，金牙盘到目前也没有找到偷袭的机会。前下臂取消来了，这一下轻腿骗对方刚 CD 之后呢，马上呢前 AB 取消，打到身后，这就是说你 CD 也不好使，有气儿我就真的是非常任性。9比3啊，这一下明显就是2P一下就是在开枪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落后6分，而且就是要追7分才能赢的话，那么基本上已经崩盘了啊。来看看现在。还是卢卡尔对拼吗？2P 其实我觉得他还可以选择，就卢卡尔放垫后，就跟咱们97的无规则比赛把超八神垫后差不多。但是，觉得有一定战术吧，还是可以理解，但是效果吧不一定好。你看，咱们看下臂站 A， 兜出必杀 AB 闪身，跳臂勾对方升龙一下，这个判定也是逆天了啊！开局两个人好像打得比较猥琐，2P 呢利用一个特殊技打蹲防，接上了一个超必杀，但是缺点是。对方血量还有一堆，连续的升龙2次，前跳起来又被反升龙打回来，跳臂下轻手，可是好像反应速度有点慢。站 A 逆向下臂，站 A 升龙2点，这是利用一个 BC 连招，然后马上取消出超臂下死了，这就别扯了啊。2P 应该说开局打得不错，后面呢还是由于自己有点慌，真的是非常慌啊。这样的话，自己的应该说自己最牛逼的人死掉了，那玩起来确实有点醉啊。好了，一个气功接搜包恨，特殊技升龙，你还追不上来。好了，前一个抓重手，取消重手，直接必杀，这回不装逼了，直接没死啊！大哥，你说你用一个气儿能咋的？完了，这残血卢卡尔好变态啊！好的，气功接必杀，我觉得这个2P真的是。他可能真的以为对方死了，你死不死你都摇一下能憋死你吗？啊，你大哥你还怕浪费气儿？你要说你怕浪费气儿，我给你跪了啊！小弟给你，好的，这刚才怎么不动了 ？AB 闪身气功，好了，不玩了啊！这明显是不玩了。好了，当然呢啊，这个事实上呢，开枪呢确实啊，这个也打的是一个刺激。真正啊，就是想要较量起来呢，两个人如果不发怒的话，很能把自己的香炉顶拿出来。但是确实呢，这个2P啊，今天也是有点怎么说呢啊？前期呢3比2的时候还有点斗志，后来呢被打成了这个6比2，然后追回1分之后呢，又是萎靡不振，最后呢是被连胜3局啊，这个也是醉了啊，反正是不太好整。当然呢，这个视频呢看起来很多人看起来只能除了爽之外的，剩下看起来好像都每一局都差不多。其实吧，也不能这么看，竞技类型游戏呢有它赖的地方，包括玩97也无非就是八中门、八中鹤门马这些人嘛，是吧啊？这个游戏也差不多，但是看起来比较变态一些。那下一期呢，如果下一期的2002的话，咱们也可以做一个比较实
稍微近一点点啊，当然也不算太近，但确实很好看。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新的元素加入进去，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够支持。好了，如果说您听到现在的这个小狼的声音的话，也可以选择点击右下角来订阅一下小狼的视频，同时呢，这个可以帮小狼来宣传一下。好的，今天的视频呢也是暂时到这里就结束，希望大家伙呢也继续支持小狼解说，咱们下期再见。